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原创谁毁了胡歌的这份纠结，就是毁了胡歌。演员可以有多种分类，比如演技派和偶像派，比如方法派和体验派，比如电影演员和电视剧演员，比如胡歌和其他演员。是的，胡歌是演员中的异类，即使你见过再多风姿绰约的演员，依然能被他独特的魅力吸引。胡歌的特别不在于他那俊朗而带着伤痕的脸庞，不在于他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做事风格，而在于他的复杂性和矛盾感。帅气，有亲和力，有韧劲儿，对表演有敬畏心，对爱情很谨慎，为人很低调。这是胡歌。毁容、熬夜、矫情、玻璃心，表演时断时续，爱情里缺乏担当，做人低调到让全世界都知道。这也是胡歌。娱乐圈不乏双面性格的明星，但多数明星呈现的是一半明媚，一半忧伤，两者比例刚好5-5开，有一种精打细算的妥帖。只有胡歌的双面，就像两块大陆发生了激烈碰撞。若成山峰，他能站立峰顶，俯察大地；若成幽谷，他能横卧其间，暗自神伤。他给人的感觉是一半丰沛，一半破碎。你能同时从他身上看到一个成熟稳重的男人和一个稚气未脱的男孩。这种矛盾感，如果换成一个我们更熟悉的词，那就是纠结。01胡歌的纠结，放眼娱乐圈，独成一派。这种纠结，从他最近的新闻里就可窥探一二。这2天，睽违多年的胡歌开始发力，他主演的2部作品都发布了预告片。一部是《繁花》，王家卫导演，预告片一发布就登上了豆瓣热搜第2。本剧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获奖作品，讲的是老上海故事。王家卫准备了20多年，上影厂为了满足王家卫的要求，重建了1992年上海的黄河路。这部剧2014年筹备，2017年搭建，2020年才正式拍摄，一拍就是3年。繁花官方主页都给胡歌庆生3次了，依然没有拍完，果然是墨镜王的风格。一部是县委大院，正午阳光出品，孔生执导。该剧刚立项，就有人预言它将成为爆款。预告片里，胡歌一身乡镇干部的打扮，精明干练又带着一股乡土气。故事情节有下乡，有开会，有一线调研，有应酬，有县委书记的私人生活，甚至还有感情戏，质感类似大江大河。不需要说，铁定又是一部年代大剧了。对了，拍摄县委大院时，胡歌还抽空去考了个 C6 驾照，驾驶轻型牵引挂车，是他的风格没错了。甩出这2副王炸后，争议声也来了。有人夸赞胡歌的写真厚啊，快6年没演电视剧了，出个片花热度就这么高。底下有人回复，这可是胡歌啊。有人吹捧《繁花》里的胡歌很像了不起的盖茨比。胡歌这一次是要向小李子看齐，一个国际新星冉冉升起。有人附和道，40岁的胡歌这是要抢60岁梁朝伟的饭碗啊，墨镜王的眼光太毒了。有人酸溜溜地说，胡歌是吃了年龄和地域的红利。繁花发生在老上海，主角阿宝30多岁，你让60岁的梁朝伟演不合适啊，再说他也不会沪语。胡歌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，找他最合适。这场争论越来越激烈，最后射没上。胡歌粉丝和梁朝伟粉丝爆发了口水战，孰是孰非且不论，能和梁朝伟相提并论，这本身就是对胡歌最大的肯定。胡歌的矛盾感注定了，有他出没的地方，就少不了掌声与质疑。02我们回溯胡歌的成长线，就能更清晰地体会他为何活得如此纠结。
胡歌1982年出生，在上海徐汇区，小年纪就主持节目，然后考上了上戏，还没毕业就签约了公司。23岁就靠《仙剑奇侠传》大红大紫。乍一看，他的成长就是开挂之旅，细品起来却是一条沉默之路。小时候，胡歌一家5口人挤在30平的小房子里，贵为上海土著，却没有自己的独立空间，这是他矛盾特质的根源。于是上海的老街坊小弄堂成为了他的后花园，马路边的梧桐树叶让他沾染上了文艺气质。胡歌的天赋很快被发掘，他在读幼儿园时就被小迎星艺术团选中，中学时在当地电视台主持节目，还登上过央视正大综艺的舞台。学生时代他有很多耀眼的 title， 校文艺骨干、校广播电台台长、戏剧社社长、合唱团团长、团支书、物理课代表，妥妥一个别人家的孩子。可是胡歌真的开心吗？未必。多年后回忆这段光辉岁月，胡歌坦言，这些抛头露面的活动，我没有享受，也没有不喜欢。我很听话，老师叫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我没有天赋，每次做完以后都很累。矛盾累积到19岁，迎来了爆发。那年胡歌同时被中戏的导演系和上戏的表演系录取，做导演还是做演员，胡歌选择前者。可是上戏的老师劝他说，你做导演很难有好机会，但你学表演的话，我相信你还没有毕业就能成为男1号。纠结之下，胡歌改变了志愿，就像他一直听话的那样。一场蓬勃而出的火山，瞬间被冰冷的海水瞬间淹没，但胡歌收获了一段流光溢彩的人生。他还没毕业就和唐人影视签约，初出茅庐就凭借《仙剑奇侠传》里的李逍遥火遍全国。和所有当红小生一样，胡歌也膨胀了一段时间，直到厄运降临。2006年《仙剑奇侠传》播出第2年，胡歌在横店回上海的路上遭遇车祸，女助理离世，自己毁容，脖子和脸上缝了100多针，勉强捡回了一条命。胡歌的星途几乎划上了句号，但他的演员之路似乎才刚刚开启。浴火重生的胡歌活成了一个哲学家。在一次演讲中，他说哲学家的英文是 philosopher， 本意是爱智慧的人，而不是有智慧的人。这就要求人要对哲学有追求和探索，艺术亦是如此。做快乐的猪，还是痛苦的苏格拉底？年轻时，胡歌选择了前者，这一次他按照本心，选择了后者。求索的过程是痛苦的。待伤复出后，胡歌经常问自己，我重活一次，是为了更火吗？除了名气和金钱，我还能得到什么？这种终极问题常常折磨着他，让他在丰沛和破碎之间来回切换，也让他在躺平和奋起之间不断做着仰卧起坐。2008年，在拍完《射雕英雄传》后，他从众人中仓促逃离，躲在角落里抱头痛哭。2010年，拍完《仙剑3》，他意识到自己演技的短板，背着公司，勇敢走上了话剧舞台。在话剧《如梦之梦》里，胡歌饰演了5号病人，而他自己似乎并没有从车祸的阴影中真正走出来。这次试水对他而言是一场救赎。剧中有这样一句台词：你一生中的谜，必须要用其他谜团才能解开。就像有的梦必须穿过，其他梦才能醒来。你必须一个一个走过，才能走出这场连环梦。胡歌是用生命在演这场话剧，在长达3个月里，他过上了公寓和剧院2点一线的生活，每天都在琢磨5号病人的内心世界。当正式登台后，他在莲花池里动情的表演，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。胡歌当晚写下了这样的文字：穿过莲花池，
来到北舞台，被不绝于耳的掌声包围，恍惚感觉自己身在一场大雨之中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。胡歌凭借《如梦之梦》拿到了第2届北京丹尼国际舞台表演艺术奖最佳男演员奖。之后，他用沪语演绎的话剧《永远的尹雪艳》让他拿到了上海文化广场年度最受欢迎男主角奖。在演话剧间隙，他遇到了孔生，得到了正午阳光的青睐，拿到了梅长苏这个角色。《琅琊榜》让胡歌的事业达到顶峰，可他再次陷入了纠结。梅长苏火了之后，胡歌片约不断，大概是为了推辞，他就说自己有留学的想法。媒体大书特书，东方卫视甚至为他搞了个欢送仪式。胡歌就这么被逼着去留学了。自己主动做事，常常会有动力；赶鸭子上架做事，往往会趣味索然。胡歌在国外待了2个月，就中途退学了，大家说他是假留学真营销。这实属冤枉他，本质上说，这就是他优柔寡断的性格给自己惹祸上身。2017年年底，胡歌推出了《猎场》，结果反响平平。胡歌自己又一次给自己戴上了紧箍咒。他在《朗读者》里吐露了自己的心境，他不想做潇洒如风的令狐冲，要做踏实稳重的郭靖。稳重意味着从高空坠的梅长苏之后，他想要体验普通人的生活，他要休息一段时间。被问及错过了好的剧本会不会遗憾，胡歌坦言会，但不能因为好的工作而放弃好的人生，哪怕是有1-2个月。他要去考摩托驾照，他要陪老爸打网球。消失的日子里，胡歌有时会出现在朋友的合影里，这时候粉丝都会跑过来催促他复出营业。2019年，胡歌再次复出后，带来了新鲜的表演。在电影《南方车站的聚会》里，他饰演了一个被人诬陷的逃犯。这个角色某种程度上是对他人生的隐喻。胡歌一直是娱乐圈的在逃人员，短则几个月，长则几年。果然，这部影片之后，胡歌又消失了，一别就是3年。04，胡歌的纠结，在他的情史中也有很明显的体现。他之前曾立过 flag， 要在26岁结婚，结果他身边的好友一个个步入婚姻殿堂了，只有他还单身。很多操碎了心的粉丝直接在线催婚。胡歌没遇到合适的吗？在他刚出道还真就遇到了真爱，对方是薛佳凝，因出演《粉红女郎》里的哈妹被大家熟知。彼时胡歌还是娱乐圈的小透明，两人的组合是女强男弱。薛佳凝见证了胡歌的走红，女强男弱慢慢变成了男强女弱。在车祸之后，薛佳凝一度停止拍戏，专心照顾胡歌。胡歌后来提到往事，依然心存感激。按理说患难见真情，可是2009年，两人却选择分手，外界纷纷猜测。胡歌保持沉默，只有薛佳凝淡淡的回应：“他太火了，我就不参与了。”也有传言说是胡歌妈妈不满意这段恋情。听话的胡歌就此斩断情丝，不过说来说去，真相只有2个人知道。除了薛佳凝外，胡歌的几段绯闻也都很虐心。比如有传他和杨幂谈过恋爱，这段恋情无疾而终，杨幂深受打击。比如他和江疏影也有过一段，某天胡歌忽然决定分手，没有任何预兆，江疏影消沉了很长时间。这些绯闻虽然没有实锤，但并非空穴来风。我们基本可以判断，胡歌从小是个听话的孩子，长大后在爱情关系里变得没有担当和主见。他是渣男吗？并不是。分手后，他的前任们没有一个人说过他的坏话。他和薛佳凝甚至在分手2年后还有互动。胡歌也曾在2012年的深夜里发文：“如果我去领证了，你会祝福我吗？”2017年，薛佳凝皈依佛门，选择了修行。
不知道胡歌看到后是怎样的内心滋味。05，在爱情中，胡歌表现得有些冷血，可实际上他又是个极其热忱的人。2006年的那场车祸，司机负主要责任，胡歌选择原谅了他，并且继续用他。他解释说，如果所有人都指责他，他以后该怎么办？有白血病患者给胡歌发文求鼓励，胡歌不仅送上了鼓励，还邀请对方来看自己的话剧。和他合作过商拍的工作人员透露，他给对方的拍摄时间长达10小时，提前化好妆，中间休息吃盒饭，合作时有求必应，对工作人员谦逊有加。他出席活动时，粉丝蜂拥而至找他签名，他为了不影响活动，找个角落默默给大家签名。在消失的日子里，他曾经跑去青海徒步，他捡垃圾，给藏民上课，还以已故助理张冕的名义捐了多所希望小学。没事了就自己跑去市场买菜，出门就开个2厢电车，因为停车方便。但凡对胡歌有所了解的人，都能被他的善良和真诚打动。一个最直接的例子是，胡歌作为一个大帅哥，他的男粉比女粉还多。你可以说胡歌不擅长处理小情，但他心里装着大爱。06，电影《梅兰芳》中邱如白说，谁毁掉了梅兰芳的孤独，谁就毁了梅兰芳。这句话也可以套用在胡歌身上，谁毁掉了胡歌的纠结，谁就毁了胡歌。他从小生活环境局促，一直是听话的乖乖男，为人处事变得小心翼翼，成年后喜欢用各种方式抗争和逃离。他过早成名，品尝过名利的甜头，纵有一身的艺术追求，终难以割舍身上的浮名虚利。他经历过车祸的人生洗礼，洞察人性，在抗拒亲密关系的同时，又在悲天悯人中找寻到内心的平衡。他在丰沛和破碎间反复游移，这种独特的特质让他得到了王家卫和正午阳光的青睐，做到了影视两开花。如果说梁朝伟是将内在的天赋融为浑然天成的表演，通过深邃的眼神传递给观众，那么胡歌就是把外在的经历熬制成表演的养料，借着自己独特的双面气质来感染我们。对此，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，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。好啦，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资讯。